这是我们用数位单眼录下的原始画面，你是否也感到失望呢？但如果我们替它安置上色档，你眼中的世界就开始变得与众不同。我们往往以为花大钱买下高阶相机就可以轻松拍下令人满意的作品，但事实上，单眼相机的高规格只是帮你记录下所有的感光数据，耗费极大的储存空间，就是把设备传感器对于光线的宽容能力发挥到极致，但却无法在颜色上给予你太大的帮忙。而如果你是使用数位相机录制那个色彩模式时，在未套用任何校色器的状况下，你会觉得画面很灰，也就是一开头影片的样貌，但充分保留感光元件、明暗两极的动态范围，让颜色给予最大的调整空间，为的就是让你的照片可以任意切换你想要的模样。颜色在摄影的词汇上是很有力量的字句，替你的照片赋予一个色彩，是表达摄影意涵中重要的语法。我们透过色彩的变化来增减照片的重量，也因为如此，我们常常会把色彩与风格联系在一起。在学习调色之前，可能要先明白，我们无法用一个颜色就直接代表某种风格，风格的形成也绝非单一色彩所构筑。今天我们所探讨的日系风格，主要是因为这类型的色彩太过深刻，日系颜色已经逐渐成非约定已俗成的既定印象，并不是日系风格就是这个颜色，而是这个色彩已经形成日系概念，太过纠结风格的根源，就丧失了轻松拍照并开心按下快门的乐趣了。蓝色的画面主要从几个方面着手，首先将照片的亮度调整为高光低对比，亮灯的画面我不会由曝光度下手，而是从容地调整亮部与阴影，并降低一点点饱和，主要是不希望遗漏掉亮部的细节，同时也让照片看起来舒缓悠闲。第二，我会调整 RGB 红、绿、蓝的曲线分布。曲线的调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手法，往往都是靠感觉拉伸，而曲线的变化是赋予色彩彩度，让画面不再灰灰脏脏。不熟练的朋友可以先借由模仿练习看看，或是下载我所提供的色档直接套用。如果你也想索取色档，请记得看到最后哦。日系颜色抽离现实的特点，广受大众所接纳喜爱，而日系的优雅主要是源自于青蓝与绿色的表现，蓝人的画面舒服到令人爱不释手。颜色的调整我喜欢用来论，而如果你是以学习摄影当做一个目标，那么工具的使用应该是你必修的科目。但直接理解逻辑，不管是影片还是照片，任何的软体都可以轻松调出你喜爱的颜色。第三个步骤是改变 HSL， 也就是色相、饱和度与亮度。这部分的细节非常多，主要的逻辑就是将绿调整为蓝，蓝色变更为青蓝，尽量降低红黄的表现。改变 HSL 是将色彩抽离现实重要的环节，也是考验着眼睛对于色彩的敏锐程度。色相也是变更照片色彩重要的方法，但结果并不是一个绝对数值，每张照片都需要试着去增减看看，然后再抓取一个平衡。最后就是颜色分级，我会将暗部拉蓝，亮部软橘。颜色分级放置到最后是因为它对于颜色的影响最为巨大，但少了前面三个步骤，直接调整色彩分级是无法营造精致的细腻度。置换强度给予照片独特的语言，也是调色最大的乐趣。在经历了繁琐的步骤后，建议大家将数值直接储存起来，下次再拿出来直接使用，这样就不需要每张照片都重新调整一次。色档的储存很简单，
点选预设集的加号，建立新的预设集，并取下名字，就完成你自己的风格档。而如果你已经下载好小百的色档，选取你的照片后，直接点取就完成小百的日系风格。索取的方法很简单，首先你必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于影片下方留言区留下您观看的心得建议与 email 信箱。记得必须公开订阅，并允许所有人查阅订阅内容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后台看到您的订阅哦。我们会定时将色档寄送出去。很多人以为照片颜色的调整方式是摄影师重要且唯一的秘密，但其实色档的使用并无法满足所有的照片。套上颜色后，我们还是需要一张一张用肉眼辨识调整，而每次拍摄的光、环境、题材不同，颜色的数值都会有很大的落差，所以理解色彩编辑的逻辑才是学习调色唯一的途径。我们透过风格档或是模仿，除了调整颜色，更是窥探别人、凝视自己的重要开端。请记得，风格即是内涵。希望这部影片让你对于风格的探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而关于摄影，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可以分享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是小百，下期有你。